自网络诞生以来，关于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及受其产生的负面影响，一直是家长心中最担忧的问题。而国家也在近些年对此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，其中之一便是青少年模式。在该模式中，家长能在孩子上网时进行一些监管及限制，从而预防他们过度沉迷网络的问题。然而，目前的青少年模式并没有很有效地实现其应有的作用，导致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依旧存在。虽然优化青少年模式的主责任是在平台企业及政府相关部门上，但青少年模式本身是需要家长的介入及合作的。并且在优化该模式的问题上，它也需要通过家长及未成年人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。因此，我个人认为，若想更有效地优化青少年模式，家长的意见及观点也是极其重要的。也因为如此，我个人认为家长自身也需要对网络有明确且清晰的认知。在有了更好的认知后，家长也能更明白他们的需求及模式需要优化的地方。而这个视频接下来的内容是想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及关于网络的看法，有助于他们引导孩子及对网络有一定的认知。首先，有很多家长对网络仍保有非常排斥的态度，将其看作是洪水猛兽，想让孩子一味地远离。然而，在当今社会，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需要用到它，例如社交、娱乐、查询资料、讯息等。想让孩子完全远离网络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。同时，网络世界本身也是有好有坏，有善有恶，合理的运用网络也会给孩子带去好处。因此，与其排斥网络，家长不如合理的引导孩子去使用网络。而在这方面，家长自己就需要对网络有一定的了解。在如今的网络时代，因为短视频及各种社交平台的流行，任何个体都能成为自媒体，成为传播讯息的载体。这也导致我们不能完全甄别网络上的信息，因为在自媒体的时代下，不同的人可能会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，从而发布了不同的信息。但网络又是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，要完全让孩子远离也不现实。因此，家长自己需要对网络信息有种辩证的态度，并明白每个人都能发布个人看法。在此基础上，家长再去引导孩子，让他们明白在自媒体时代下网络上的信息发布来源，并让他们明白他们也有该权利。同时告诉他们发布信息的原则，即内容需遵纪守法，言行与身份相符，以及是否尊重主流价值观，即便不同又是否会伤害他人。家长也应当引导孩子去接触更适合他们年龄段的内容，也需要监管他们在网上的社交及浏览内容。这并不是要限制他们，而是在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的前提下，关注他们交流的范围及内容，若有问题就得出面干涉。除开对网络的了解，家长也应当与孩子保持沟通。虽说可能有些家长平日里比工作忙，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并和他们交流，但交流和陪伴依旧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这不仅是让孩子能有说心里话的空间，从而更乐意配合父母的要求，也能让家长明白孩子当前的成长情况，并了解他们当前的需求及关注的内容。这样他们也明白孩子在网上需要的内容是什么，目前关注的又是什么，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尽快干涉阻止。最后还是要回到青少年模式。青少年模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家长们最担忧的事，但它仍旧是不完美的，甚至目前的效果也不好。因此，如果政府和企业能与家长有更密切的沟通，家长自身也对网络有一定清晰的认知与了解，也许能更好地优化该模式。